顺德鱼生闻名中国，殊不知在广东境内，广府、潮汕、客家3大族群都吃鱼生，只是知名度不同而已。根据民间说法，潮州人从400多年前就开始有了吃鱼生的传统。入秋后，草鱼格外肥美。吃鱼生用的鱼，一般都是砂塘里养的草鱼。一条平淡无常的草鱼，在水质、水温、水氧量、饲养、挑选、运输都需层层严格把控，才能达到做鱼生的标准。放过的水毒的，第二个到看波，放个班就来。哦。程向前的侄子程于林跟着叔叔学手艺有2年了，刀工等基本功是过硬的。但是程向前还是不放心，经常要盯着侄子各方面的操作。做鱼生最考验的就是师傅刀工了，讲究快准狠。一大块鱼肉在师傅的巧手中，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片了。佐料分2部分，一部分是酱料。酱料的原材料有蒜头、香葱、红葱，加入精选花生油一起熬制。对季节温差、比例、火候的把控，是程向前的秘密武器。而这碗酱料却是鱼生的灵魂所在。每家鱼生店的酱料口味都不同。另一部分是什锦配料，一般有生切白萝卜丝、洋葱丝、姜丝、红辣椒丝、白蒜头片、金不换以及芫荽、芹菜等组成，还配上极具地方风味的腌萝卜干。一大早，程向前带着侄子程于林去海边，为小店挑选稳定的海鱼货源。我啊，早就跟您联系了，您该您来同合吧。来，谢谢。老五是饶平本地人，家里经营着几百亩鱼排，养了包公鱼和金头鲷，质量很高，基本上都出口韩国。程向前慕名而来，想直接找源头拿货，一来价格会便宜一点，二来货源稳定。这种鱼又叫黑包公，是潮汕人民比较喜欢的一种高性价比海鱼。新鲜的鱼肉无需任何调料，才能吃到鱼肉本味儿。原来好久陪你们在那里。你打位吗？可能潮州人对于吃鱼生的传统是忙完一天的工作才能放松又认真地吃上鱼生，以至于潮州鱼生店一般只做晚餐和宵夜。薄薄的鱼片亮晶晶，吃时筷子夹起，微微沾连，加配菜酱料一起拌匀，一大口送进嘴里，鱼肉口感软中带韧，嚼之有裂帛之爽口，味道鲜甜清，杂糅各种配菜和酱料的香，味蕾丰盈饱满，各种味道争奇斗艳，但又没有抢了鱼生的风头。虾生也是鱼生店的畅销品，与潮汕生腌虾不同，虾生更加保持虾的原味儿。潮州一般以沙鲈虾为原料，从虾腹入刀，采取滚刀切法，切成摊开的虾片，刮除虾线，使其造型
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增加虾肉的欣赏感。蘸料一道，虾香和各式调味料混合在一起，肉质滑嫩，有弹性，鲜而不腥，独具风味儿。因为店小，做的也是街坊生意，利润薄。丞相前的店养不起2个大厨，程于林已经有计划自己开店了。潮州鱼生店也在这样的传承孵化下不断壮大。潮州菜烹饪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文生是潮菜的非遗传承人之一，也是潮州厨师协会会长。他每周都有3天在这里做培训。菠萝呢，来焯一下水，也就是让它也消一下毒啊。孙文生今天要去平林村，因为他接到一个重阳节的订单，对方要求上门做菜。这种方式在潮州叫办桌。罗喜亮是孙文生的得意弟子，以前在大酒店当总厨。因为疫情的原因，潮州餐厅受到大冲击，喜亮不得不另谋生计，办起了养殖场。好像是缺了一个手臂一样，他原来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嘛，做菜一直都是客人都非常认可，就是可惜了。孙文生对此既无奈也没有办法，每次办桌都不忘叫上徒弟，希望他不要荒废潮菜手艺。看，走。夢鄉啊，蛇夢鄉，伊那摸啲這個營養做，家庭啊做伙，伊那來做幾個啊，傳統名菜來可以食。好嘞，好嘞，大家師傅就不來找你。雖然是賺錢多來點，但是也廚師也不能荒廢嘛，那是我的愛好。從小我就喜歡當廚師嘛。平林村还有个特产潮仔茶，孙文生这次要做的一道菜就需要用到这个茶。与潮州知名的凤凰单丛不同，潮仔茶是一种不发酵的炒青绿茶，口感醇厚，滋味芳烈，回甘力强。凡宗亲家庭逢红白事、长辈生日、迁居或游神赛会，都会邀请亲朋挚友前来办桌宴客。而那些靠上门替人办桌的厨师，做完了东家又做西家，所以被称为流动乡厨。孙文生并没有开办自己的餐厅，除了教学推广潮州菜，平时都是好友相邀去办桌。今天的宴席是朋友几家人欢聚重阳节，在韩江边的一个小院落聚餐。孙文生、罗喜亮2人马上忙碌起来了。茶叶捣成茶粉待用，将鲜莲子用开水煮1分钟之后捞起，下鸡蛋，打上生粉，下油鼎，等油温升至120度时，将莲子炸至金黄色，放水100克，加糖，烧至起小泡后，加入绿茶末和莲子，翻炒至反沙，装盘即成。薄壳16球是今晚最繁杂的菜。将薄壳洗净，放进开水，加入姜葱料酒，煮5分钟后，捞起去壳，肉待用。芹菜用开水煮1分钟后，撕成条待用。鸡蛋打成蛋液，下锅煎成圆形蛋皮。接着把薄壳米、五花肉丁、笋丁、金不换丁
下少许油爆香，调味成馅儿料，分别放进蛋皮。用芹菜丝扎成石榴形。最后将包好的石榴球上蒸笼，蒸8分钟后装盘，上面放上鱼子酱，淋上芡汁即成。狮王蒸蚌是一道老潮菜，酸甜鱼也是今晚的主菜之一。打上生粉待用。热锅下油，待油温升至150度时，将上好粉的石斑鱼头往下，鱼肉丝挂在头两边，炸定型后，整条放进油里炸至金黄色，捞起，装盆。番茄、青瓜粒等爆香，加入酸甜芡汁推匀，淋在上面即成。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但并没有影响今晚重阳节聚会的如期举行。孙文生和罗喜亮师徒俩面对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升起雨棚，任凭风雨，热闹依旧。卡死来！薄壳石榴球的蛋皮吹弹可破，舌头轻轻一抵，薄壳米和猪肉笋丁混合熬制的汤水瞬间滑入，带着金不换的特殊香气，鲜甜无比。酸是很多潮州菜的特点，外酥里鲜，酥脆酸甜。这道狮王蒸蚌没有5年的功底，难以成功。茶叶莲子黄中带绿，外甜酥里松软，鲜甜的莲子包裹着淡淡的茶香，一口下去，茶韵香情尽在其中。在潮州的美食版图上，小吃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个处处透露着讲究的地方，精细的生活品质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慢节奏。但离这里10几公里外的扶阳镇上，却是另一番景象。繁忙的工作让平时极为善谈的阿姨变得沉默，在富有节奏的律动下，一个个饼渐渐成型。上架、烘烤、刷蛋液，一气呵成。加班加点，只为了让嘴馋的食客能尽早尝到这份独特味道的腐乳饼。1926年，我曾爷爷在牌坊街开了一家饼店，一直传承下来，经过4代人，到我这一代近100年了。这位吃货糕点师叫杨航，别看他年纪轻轻，却从小跟着爸爸杨敏学习做饼。我爷爷就从饼店转成手工作坊，做完饼之后，我爸爸推了一部手推车，然后来牌坊街售卖。300年前，南乳实现了从腌制食品到点心的跨界，联手猪肉、大蒜、果儿等10几种配料，进行了一次味道革命，创造了一款酥香上头的潮州限定。腐乳饼的制作十分考究，猪肉要选取上好的猪背白肉，切成肉丁，加入大量的白糖与适量的烧酒，去除油腻，提前腌制1周，方能得到莹润剔透、清甜爽口的冰肉。
做饼时头料先后有序，配料缺一不可。首先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苏打、食用碱、花生油和糖浆，用力揉搓形成饼皮。然后把提前腌制好的冰肉、炒香的果仁儿和适量的南乳、米酒、高粉等搅拌均匀，以做馅儿料。包制后，再用饼印塑形。接受2次来自烤箱不同温度的热浪袭击，方能得到一份皮儿薄而不裂、馅儿薄而不漏的潮式美味。腐乳饼是单丛的最佳拍档，脂肪和碳水在口中相互作用，甜咸对峙，油酥鲜脆，再佐以芳香微苦的单丛，清爽解腻，回味悠长。腐乳饼想要走出去，口味创新是洋行尝试的第一个方向，于是便约上军师舅舅，2人開始琢磨不同風味的腐乳。其實應該我看你個色澤嗰啲話，都係叫佢搞跑骨應該嚟講。你做拉布啊，會使先啊？好。嗰棟樓。啊，得嚟。我做咩㗎？準備我們好做嚟切咗個新烤餅。腐乳饼实验室的开启，点燃了非遗传承人杨敏的制作热情。于是，这个临時研發部又增添了1員大將。呢咗就整點曲吉內啊，阿公做點夠大嘢啦，呢就嚟卡後，啲種種個邊度有名，這個就比較穩正，一個把膜，好了，給了個來杯烤，好。烤好的腐乳餅香氣四溢，誘人的金黃色外皮油亮飽滿。這隻梗係唔話要，係香辣，半句冷咗流豆腐。後來切頭。呢隻力幫嘅，佢咁樣打，呢隻唔使。唔係啊，呢隻有半個月，呢隻特別抗炎。呢隻可以作為推廣。呢隻唔使。之前旁邊景嘅，隔壁我有卡燈，我有旁邊適合。這次的嘗試雖然不算成功，卻讓洋行有了新的方向。腐乳餅想要打入年輕人的市場，走得更遠，除了調整口味，還需要借助新媒體的東風。我們可以通過新媒體去推廣腐乳餅，希望它能成為一種中式糕點，而不僅僅是潮州的一種特產。無論父與子、叔與侄、師與徒，潮州菜以任何關係在一代代中不斷傳承。他們靠着自己的身體力行，堅守着傳統潮州菜的傳承和創新，技藝和精神，他們才是真正的潮州味道。好了，聲音監控一下啊，就弄到了。這邊 OK， 收。廣東衛視美好生活倡導者。